好，那我們今天要繼續講這個Fourier Series 的這個分析方法。好，那我們的 Fourier Series 的這個 integral， 好，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找出我們的 Fourier coefficient， 好 ，Fourier Series 的 coefficient。好 ，Fourier Series 的係數，傅立葉級數的係數。那它的公式是這樣講的：當你要求得 k 倍頻的這個傅立葉級數係數，你就用訊號呢乘上負的 k 倍頻，負 k 倍頻，積分一個週期除以一個週期。好，這個是這個傅立葉級數分析法告訴我們的。那這一個公式哦，它其實你應該把它分成兩個地方來看。好，這個是 k 不等於0的情況。那如果 k 等於0的情況呢，你其實是可以把 k 等於0的情況帶進去，這一項就是1嘛。那 a0 呢，它就等於 t0 分之1。好，積分一個週期 ，k 等於0帶進去，dt。好，這個是 k 等於0的情況下。好，那當然公式只有一個，只是說我們在做計算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我們要把 k 等於0跟 k 不等於0兩個分開來計算。那 k 不等於0求出來的呢，就是我們所謂的 DC component， 直流的訊號。好 ，DC 就是成分。好，就是 k 等於0的時候呢，就是 DC 的成分；那 k 不等於0的呢，就不是 DC 的成分。好，另外一個方面呢，假設這個 S of t 好 is real， 好，就是實數。好 ，S of t 呢是實數的話，那我們其實會有一個特性嘛，就是 k 倍頻的這個 Fourier Series 的 coefficient 傅立葉級數係數呢，它跟負 k 倍頻的 Fourier Series 的 coefficient 呢，它們呢會互為complex conjugate， 互為共轭複數。那這個其實是很容易證明的。我們把這個把這個式子拿出來看。如果我把 AK 做 complex conjugate， 好 ，AK 的 complex conjugate， 那因為積分就是加法嘛，這裡面如果 S of t 是實數，只剩這裡有負數，那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就是負 j 變正 j 嘛，所以是 t0 分之1的，好，積分一個週期。那 a 的負 k 呢，就是 k 代負 k，k 代負 k 嘛。k 代負 k， 我們發現 ak 的 complex conjugate 是不是就等於 a 的負 k？ 好，但是要注意哦，只有在 S of t 是實數的時候，才成立。S of t 是實數的時候才成立。好，這個事情是要特別注意。不過，如果我們在我們的絕大部分的應用下面 ，S of t 都是實數，
所以這個你的傅立葉級數係數在正負頻率互為共轭複數的情況呢是非常多的。拿我們之前做過的例子，你看正的頻率跟負的頻率互為共轭複數，好，那只要你的訊號是實數的情況下呢，就會成立。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練習一個例題，那我們的練習的例題呢是方波，就是我們有一個訊號 S of t， 好，我們這是一個例題，它呢是要麼1，要麼0。當我的訊號呢，好在0，好到這個1/2 t0之間了，它就等於1。那當我的 t 呢在1/2 t0到 t0之間呢，它就等於0。畫成圖形就是這樣子哦，它是一個周期性訊號嘛。好，那這個題目呢是講說 for t0 等於0.04秒。好，就是在0到0.02之間，好，0到0.02之間呢都是为1，然後呢0.02到0.04呢都是0，然后又上去，啊，這邊也是一樣，負的0.02。好，我现在給你一個方波，那我希望你告訴我說，它是由哪些旋波所構成的？好，注意哦，方波這個方波是一個周期性的訊號，所以這時候我們才能夠用傅立葉級數來分析。好，所以這時候我給了你一個方波，它是周期性訊號，你接下來可以用傅立葉級數來分析。那首先還記得嗎？我剛才講過，傅立葉級數呢，你要分成2個東西來計算，一個是直流，一個不是直流。那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求 k 等於0的時候，就是 A0 就是直流呢，它等於積分一個週期除以一個週期，週期是0.04。好，那我們積分呢，就是從0積分到0.04。0.04，好，0積分到0.04，然後這個就是 S of t， 然後呢乘上0倍平嘛，那就是不乘，對。那這個就相當於是這個，等於0.04分之一，0積到0.02，因為只有1到0.02有值嘛，乘以上1 t， 好，這個答案呢就是1/2。好，我們的這個直流向呢就是1/2。好，接下來呢 ，k 不等於0的情況下，這個 ak 呢，它等於積分一個週期，除以一個週期。好，那我們知道事實上只有積分一個週期是0到0.04嘛，可是我們只有0到0.02之中間有值，所以我們就積分0到0.02，然後我的訊號是1乘上負 k 倍平。
exponential 的負 jk 倍頻嘛 ，k 倍頻，那基本頻率是多少？基本頻率呢，就是2π除以 t0 0.04，這項是 omega 0，它呢就等於2π除以 t0，好，乘上 t， 然後 dt。那接下來你把它積分一下嘛，就等於0.04分之一乘上這個拿到導數嘛，就是負 jk 2π，然後負 jk 2π 0.04，乘上 exponential 負 jk 2π除以 0.04 t， 上下限呢是0到 0.02。那我们這项跟這項約掉，0.02帶進來 ，t 等於 0.02帶進來，那就是0.02跟 0.04 合起來就是1/2嘛，1/2跟這個2約掉，好，所以這個答案呢就等於負的 jk 2π分之一乘上0.02帶進來嘛，啊，就1/2 0.04跟0.02合起來是1/2，跟2約掉，所以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k 派0帶進去，啊 t 帶0，這項是1減1，好，那 exponential 的負 jk 派是什麼？ exponential 的負 jk 派是什麼？派就是180度。那2派 k 等於1的時候 ，k 等於0的時候，這項是1。k 等於1的時候 ，k 等於1的時候，這項是 exponential 的負派負 j 派，就是負180度。那這項變幾？好，這項變成負1，所以它變成是，要麼是1，要麼是負1的一個狀況。那或者是你把 k 拿掉 ，exponential 負 j 派，然後呢乘上 k， 你把 k 拿掉，那你可以比較簡單想嘛，那派呢？好，那你 exponential 負 j 派就是負1嘛，那這個就比較容易想了，所以你就把它這邊想成是負1的 k 次方，好，負1的 k 次方，所以接下來這個就可以再化簡成負號帶進去，就是 j 好 k 乘上2派分之1，然後呢負1乘進來變成1減掉負1，好 exponential 負 j 派就是負1嘛的 k 次方 ，OK。也就是說啊，我們得到的結果啊，好，我們得到的結果有幾種，一個是 k 等於0，答案是1/2。那 k 不等於0的情況下，它等於這項。那這項其實還可以繼續化簡呢，為什麼？因為當你 k 等於奇數的時候，好 ，k 是一次方，1減1，1減負1等於2。
但是如果 k 是偶式呢，偶數呢 ，k 等於2，那就是-1的平方等於1，1減1等於0。所以奇數的時候呢，會留下來，偶數的時候呢，又會不一樣。所以我們剛才得到的結果是這樣子。好 ，AK 呢，好，它等於是這個，就是 J2 派 K 分之1乘上1減掉-1的 K 次方。好，那 A0 呢等於1/2。好，那這個是在 K 不等於0的情況下，我們把它整理一下啊，把它整理一下。實際上 AK 可以等於3個狀況。第一個，K 等於0的情況下，它就等於1/2。那 K 呢，如果是就是奇數正-1、正-3，好，就是所謂的奇數的時候，因為奇數嘛，所以1減-1就是2，2跟2約掉，好，所以就是 J 派 K 分之1。那如果是偶數呢？正-2、正-4。好，如果是偶數的情況下，-1的偶数次方是1，1減1等於0，這項是0。好，所以我們得到了3個結果。那我們就可以畫出剛才這個方波它的頻譜。好，它的頻譜我們是可以畫出來的。好，那在當我們的頻率為0的時候，就0倍頻的時候，我的強度呢是多少？1/2。那當我的這個頻率呢，好，頻率是這個奇數的時候，比如說1倍頻，好，那剛才記得我們的 T0是等於0.04，所以我們的 F0就是25赫茲。好，1除以0.04就是25赫茲。那也就是25赫茲的地方呢，如果我的橫軸是 F， 是用赫茲。25赫茲的地方呢，它有個強度，它有個強度是 K 帶1嘛，好，1倍頻，1倍頻就是 A1，1倍頻頻率基本頻率是25赫茲，所以 A1 就是25赫茲。就是 J 派分之1，事實上這個還可以繼續化簡的，它等於派 K 分之1乘上 J 分之1嘛 ，J 分之1分子跟分母同時乘上 J， 就等於我寫下來好了 ，J， 好，等於負 J， 所以它就等於是乘上相角。負 J 的相角就是負的90度，你可以化简成這樣子。那所以基本上當 K 帶1的時候，你的強度就是派分之1，那派呢大約等於3， 1除以3 ，OK， 所以1/3，約略化一下，就是寫這個比較簡單了哈，我就寫這個。J 派 K 分之1，不對，我這個不是 K， 已經沒有 K 了，因為 K 已經帶1了。好，我寫這個好了。好 ，K 帶1，所以就是派分之1，然後相位呢是 J2/派。那 K 如果帶2呢，50赫茲。2呢是偶數嘛，0不用畫。
那 k 等於3呢？75赫茲 ，k 代3，好 ，k 代3，3拍分之一。然後相位呢是一樣的。k 代4有沒有東西 ？k 代5，好，5拍分之一，然後乘上相位。好，那我們這邊也可以畫出來啊 ，k 代-1。等於拍分之一的 exponential 的這個，好 k 代-1嘛。那基本上如果是 k 代-1的話，这个负號又要帶過來，所以這個相角會就是振幅是拍分之一。那這裡會有個-1跟這個相角合在一起哦。寫一下，拍乘上-1。好，那這個-1，這裡有一個這裡有個負 j 乘-1，就是 j 是幾度？這是90度，所以它就等於拍分之一的2分之拍這樣，所以是 j 2分之拍。-25，-50沒東西，-75，就是等於k 代3嘛，3拍分之100沒東西，-125，有一點啊。好，所以這樣子我們就畫出這個頻譜了。好，那接下來7倍頻我就不畫了。我們透過了這一個複雜的計算了，先透過我們有傅立葉級數 k 倍頻的訊號，用負 k 倍頻的旋波去乘，再積分。那我們想要求方波的頻譜的傅立葉級數係數，那最後呢，我們求出來的，而且我們能夠畫出傅立葉級數係數它的頻譜的樣子。好，所以這個過程就是說，告訴你說，我對於任何的周期性函數，我只要帶入傅立葉級數的分析方法，那我就可以求得它的傅立葉級數係數。那方波很好玩了，它有直流，好，它有直流。那你看刚才這個方波，它本來就有直流成分了，因為它這個方波並不是，它不是有正有負，它全部都正的，好，所以這個一定有直流。那它直流剛好就是一半的地方，它一半的地方。那我們求出這個頻譜之後呢，你看這一項就是它的直流的部分，啊，這項就是它的直流的部分。好，那最後我们來看這個整個流程。我們一開始有方波，對不對？一開始有方波，那我們透過這個傅立葉的分析法 ，AK 啊等於積分一個週期除一個週期乘上負 K 倍頻，於是我們可以求得 AK， 我們可以求得用 K 倍頻呢，再經過傅立葉合成法合成回原來的訊號，那這個是原來的頻譜。
那你會說，老師，這裡為什麼合成回來有一點點不像？好，因為這裡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它合成它並沒有用到所有的頻譜的譜線。好，並沒有用到所有頻譜的譜線，什麼意思呢？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東西，方波它的頻率，我們說它的頻寬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按照這個公式帶進去哦，方波呢，它的頻寬呢是無限的，因為你雖然這裡的 K 再大，你還是有東西啊，除非到無窮大，所以它一直到無窮遠處都有頻率。好，所以它不是 not a band limited signal， 它並不是一個頻寬有限的訊號。所以說，如果你合成的時候啊，你用了有限的頻寬，你看你從負 n 到 n， 你並不是從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這時候你合成出來的頻譜，固然說你看1倍、3倍、5倍、7倍、9倍、11倍、13倍，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可是它仍然是有東西啊。你如果沒有把它包含進來的話，你自然合成出來的就會比較不像是這個原來的方波的樣子。好，那我們來看看合成出來的這個頻譜呢，它會長什麼樣子？的訊號呢，它會長什麼樣子？如果我們只用1到3倍頻，如果我們只用1到3倍頻，就是我們從1倍、2倍、3倍、4倍、5倍，我們只用到3倍頻，好，用直流，然後1倍頻、3倍頻，我們只用0到3倍頻，好，這些譜線合成以後，這五個 peak， 這個跟這個可以合成成一個 cosine， 還記得嗎？好，這兩個它們互為共轭複數嘛，那這兩個 peak 它可以合成出一個 cosine， 這兩個 peak 也可以合成出一個 cosine， 就是這個25赫茲的合成這個 cosine。75赫茲的合成這個 cosine， 直流，這三個我們把它合成出來之後，拿去電腦畫出來的這個曲線就是藍色的線。那我們原先的方波呢？你看0到 0.02 啊，原先的方波呢，它是紅色的線。你看哦，雖然藍色的線不等於紅色的線，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僅用了很少譜線，很少的頻譜，我們就能夠合成出原來的訊號，很接近原來的訊號。啊，藍色的線雖然不等於紅色的，可是它們很接近。這個就是一個合成，所以這就跟我們的訊號壓縮有關係啊。我們有一張照片，好，我們有一個訊號。本來我要記錄這個紅色的這個訊號啊，我需要好多個資訊點，才能夠記錄這個訊號。可是現在我如果要把藍色的線儲存在電腦裡面，我不用一個點一個點記錄，我只要記錄什麼？我只要記錄這5個譜線它所對應的資訊，0赫茲。25赫茲、75赫茲，跟它們所相對應的振幅跟相位，啊，1、2、3、4、5，那五個旋波，這5個旋波呢，各自有3個參數：振幅、相位跟頻率，所以就15個資訊，好，我就可以記錄出藍色的波形。那雖然藍色不等於紅色，可是已經很接近了。好，這就是一個訊號的這個分析在壓縮的一個實現哦。紅色的，我要記住紅色的點太多，我用藍色的，用公式來記住它。
那如果接下來呢，我用到第7個 harmonic， 好，我用到第7個 harmonic， 好，用到第7個 harmonic， 1、2、3、4、5、6、7，用到第7個 harmonic， 那每2個呢都可以合成出一個好 cosine， 每2個都可以合成出一個波形。那我們把它寫成公式之後呢，把它用電腦畫出來，畫出藍色的線。你看看，從1到3倍頻到7倍頻，藍色的線固然還是沒有跟紅色的線一樣，但它們已經又更接近了，對不對？那如果這個是一個圖形，本來是一個黑白的變化。好，你人的眼睛你能夠辨認這種抖動嗎？好，其實你辨認不出來。好，所以訊號壓縮就是這樣子。我這邊的資訊，好，我記不起來，可是我記出藍色的這個資訊，它的公式。好，那我藍色可以很接近紅色，藍色的線很接近紅色的線。那如果應用在影像處理上面的，你的肉眼，觀察，其實你肉眼可能觀察不出紅色跟藍色的線呢，跟紅色的線的差異。好，如果這個是訊號是高高低低的，它如果代表這裡是訊號很高，代表白色好了；訊號很低，代表黑色。白色、黑色、白色、黑色。那如果這個白色裡面有一點點抖動，你辨認得出來嗎？事實上，你肉眼辨認不太出來。好，這就是一個資料壓縮的一個原理。那所以你們看，用到7倍頻以後又更接近了。好，那如果用到更多，好，用到3倍頻，用到7倍頻，用到17倍頻，我們就會越來越接近原來的方波。當然，你可以想見，如果我們能夠走到無窮遠處的話，那當然就會回到原來的方波。好，那但是我們實際上應用，我們並沒有所謂的無窮遠處嘛，我們只是盡量的去逼近好原來的波形。那如果你用在影像壓縮上面的話，從這裡到這裡的過程，就是一個壓縮率的改變嘛。你應用到越來越多的傅立葉級數係數，那你想當然爾，你的資料就會跟原先的資料越來越接近，可是你需要更大的資訊量來儲存它。好，反過來，如果你用了越少的資訊，你需要儲存的資訊量越小，可是它跟原來的波形呢就會差異比較大一點。那資料量越多就越好，資料量越少越不好。可是你就是在這2個之間權衡，你可能會覺得說，或許我7個就夠好了。好，那我就用7個 harmonic， 那我可以把我的資料量壓得很小。好，所以傅立葉分析跟我們平常在用的這個數位相機裡面的，就是 JPEG 檔的壓縮原理是完全是同一個原理。OK， 好，或者是 MP3 壓縮，為什麼 MP3 壓縮我可以壓得很低？好，但是我聽起來是差不多，好，就是跟這個原理一樣。那當然，你儲存的越多，你的這個訊號就會越漂亮，好，但是你的資料量就會越大。好，所以其實現在不管是 MP3、MPEG 或者是我們的 JPEG 的這些檔案格式，其實我們都不是儲存原生的資訊資料，事實上我們都是儲存他們的。好，傅立葉級數係數，那當然以後你們會學到 cosine 轉換，那可是基本上他們的使用的原理是一樣的。好，那當我們一直合成下去的時候，我們用了1到17，我們還可以用在更多的时候，當然我会越接近。可是那這樣子，傅立葉分析就比較不好用啦，對不對？如果用在壓縮上面，那我儲存很多資料就沒意思了。那
你會說多少才夠？好，那當然是到無窮遠處才會夠。以方波來講，對不對？方波原先的方波，它這裡有一個很快速的轉換變動。這裡的頻率是多少？這裡的頻率是無窮大。那你要用很低的頻率來合成出這個很快速的變動的一個區域，這是做不到的嘛？因為這裡的頻率其實是無窮大。也就是說，你在一個資訊的不連續點，discontinuity 就是資訊的不連續點的地方，我們在做傅立葉合成的時候，常常會發現一個，就是我們的訊號，超過的就是 overshoot 的這個現象。訊號，本來你這裡應該這裡轉過來嘛，可是你超過了又再回來，因為它是不連續點嘛，不連續點頻率是無窮大，那你又沒有用到無窮大的頻率去合成，那你自然而然你就會 overshoot。好，那這個現象呢，我們就稱為 Gibbs phenomenon，Gibbs 的一個現象。特別會發生在這個影像中的不連續點。那你就會在不要影像中，就是任何訊號中的不連續點。那在影像中呢，如果你是一個黑跟白的一個界面，你經過資料壓縮之後呢，黑跟白的界面，你經過資料壓縮之後呢，你這個黑白之間呢，你就會有一點點波紋，這邊就會有一個 overshoot 的現象，那我們就稱為 Gibbs phenomenon。Gibbs 是一個人的名字。好，那這就是我們的傅立葉級數係數的一個分析方法。